是在2023年的2月1日，我在桥北的废品站发現了一台6个轱辘的车，年代感十足，是一台东风牌的，就连開門聲都是有質感的。車內保持良好，可以用乾淨整潔來形容，但是我卻發現了更吸引我的東西。出廠的日期是92年7月20日，我出生的日期是92年的7月21日，挺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這玩意兒竟然是個6輪驅動，而且還有6個前進檔。我大約的檢查了車頂還有車斗，只有一些生鏽，看着不算太嚴重。然後我就跟老闆一頓套近乎，討價還價，最終以2.8塊一斤，一共6噸，我把它搞了回來。這玩意兒6噸12000斤，我得研究研究，讓它動起來。這裡竟然藏了一台直列6缸的汽油發動機，多少馬力不知道，歲月痕跡十足，也不知道它因為啥停擺了多少年。現在看來想把它重新修好跑起來，估計也是得費勁。整車的鐵件保持的還挺好，但也開始有生鏽的情況出現。畢竟我倆同歲，生日也只差了1天，所以我計劃把這台車在今年的7月20日翻修成當年剛出廠的樣子。實在是因為這車哪都大，我一個人修復翻新它屬實太吃力了，所以我要先做一個龍門吊，這樣以後幹活就會輕快一點。相比於改車，我好像更多痴迷於製作一些關於改車的專用工具、設備啥的。這個吊我連5、6代焊上，好像用了3天。這個路燈也亮了，我也先下個班了。新華字典曾經說過，手巧不如家事妙。在這個雕的幫忙下，我相對輕鬆地拆掉全車的箱板，雖然它們有些腐朽，但也說得過去。畢竟30多年了，這可能也是要歸功於當年東風廠家在那個時候用的原材料就是特殊的吧。現在我要繼續拆解它的車頭部分的外殼了。底盤的狀態比我預想的好，除了表皮的腐朽和陳年的灰塵，油封處的漏油幾乎沒啥事兒。底盤的翻新工作，看來我好像只需要全部的拆散，做細緻的除鏽，再重新噴漆，更換一些橡膠件，還有油封啥的就完事兒了。這是它的發動機，前後一共就4個螺絲來固定。它的發動機型號是 EQ6100-1 汽油的。現在我就要對它進行一個全面的分解，並且進行徹底的翻新修復，請祝我好運。這就是發動機全部拆解乾淨的樣子，它的連桿瓦片有了些許的磨損，活塞環也是有卡住的現象，也幸虧拆得及時，這個離合器片已經接近了報廢。但更幸運的是，我找到了這台車完整的維修手冊，這裡面包含了全車極其詳細的維修數據，這對我修復這台車有很大的幫助。為了加快修復這台車的速度，我必須要再次召喚我的分身出來幫忙。這是我的分身，如同18歲的年輕人。每當我有埋汰活，我都會召喚出來他幫忙。在他的幫忙下，我很快的把發動機做了徹底的清洗，並且我還給他噴塗了原廠一樣色號的油漆。我費了牛勁，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全部的原廠的配件，一個不落。現在可以給他們裝回去了。這種老式的汽油發動機，在有配件的情況下，對於我這種2把刀的人來說，沒有任何的難度。何況
我還有它的維修手冊呢。时隔30年，我再一次的把这个发动机按照原厂的数据修复一新。至于能否順利啟動，就要看咱倆的運氣了。祝我好運！至此，我很幸運地把這台 EQ6100-1的東風汽油發動機再次的成功啟動，這距離我按說明書修復全車又近了一步。今天來修它的底盤部分。不仅有6个传动轴，还有2个油箱。一会儿他就是用这个沙子把这些锈全部打掉。这个底盘已經除鏽完成，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只需要更換一些易損件，鋁工的品質真是這個。現在我需要給它噴漆，然後再等待原廠的配件的到來。好像那個年代生產的這種鋁車的用的鋼鐵的原材料跟現在真的是不同，而且我也是找到了這車我所需要所有的底盤的配件。另外，我也是在第一時間把這些噴砂後的零件都噴塗了防鏽的黑漆，它們現在跟這個發動機都是一樣的新了。全車一共有6個轱辘，但是有4個都是這種轉不動的情況，所以我必須要動用我的超能力隔空取物，把它們都拆開看看裡面是啥情況。果不其然，這個輪裡面已經鏽得不成樣子，而且它的潤滑脂也是變質了。順着這個眼兒，索性把所有的輪子都拆開檢查一下，但好在除了上面有點腐朽以外，其他還真沒啥毛病。但是軸承上面這些老油污屬實讓我難搞，所以我必須要再次的召喚我的分身出來幫忙。這時我的分身還是如同17歲的年輕人，
在他的幫忙下，我很快的清洗了6個輪子的12盤軸承，他打磨了12個蹄鐵。現在我就要給清洗好的軸承重新抹上潤滑紙，再把剎車蹄鐵安回去，把輪套上，這個輪就算是搞完了。這破活一個人來幹，真是有點累。這車最讓我背負的一點就是它竟然有6根傳動軸。时隔好幾個月，終於輪到再次安裝它的發動機了。再多半个車輪我都整不動了，這活太累了。這個時候是2023年的10月31日，我終於把發動機還有底盤所有的零件都是按照說明書的翻新修復了回去，還差最後2哆嗦，差一個車頭還有遭爛大箱的修復。就我年輕那會兒比現在還猛。這個就是風化了30多年木頭的樣子，好在車底板的鐵件都沒有腐朽，這個可能還是要歸功於當年生產它的原材料的功勞吧。這個就是它的駕駛室，沒有一點多餘的功能，以至於很快的就可以把它們全部的拆解乾淨，並且我又第3次的召喚了我的分身出來幫忙除鏽。然後我又把車身鏽爛、凹陷的地方都做了補焊，鈑金復原回去。這個時候也已然到了2024年剛過完春節的樣子，我貓了整個冬天，也偷摸長了16、17斤的肥肉。現在已經按照原廠的設計給它噴漆完畢，接下來我只需要用這個大家伙給車頭安回去。雖然我是在北京受的高等文科教育，但是開挖機這種技術活，我還是稍微會一點皮毛。時隔這麼些天，終於讓它變得有點模樣了。接下來我就是要幹一個最重要的活，把這個儀表歸個零。給這種老車來調表，真的就是有手就行。現在這塊儀表已經安裝完畢，這是它所有的線路，雖然不是特別多，但也足夠讓我蒙圈了。看我找到什麼？這是它原廠的結構圖，在1984年的時候賣1塊8毛5，現在被我30塊錢買的。我找老車的維修手冊的方法就是全網各種搜，不一定會在某個角落就會發現我所需要的東西。當然，這個方法也同時適用我去尋找這種老車我所需要的配件。這個就是傳說中的全新庫存大燈。
現在是2024年的3月25日，車頭部分已經修復完畢，可以最後一哆嗦了。這時它的後箱板已經鏽透槍了，或者說鏽成了渣渣。我割掉這塊鏽爛的底坎，為了節省開支，我又網購了一台除鏽專用的噴砂機。因為現在不上班了，我只能在舊貨市場再採購一台2手的空壓機。這樣一部簡易的噴砂除鏽設備就算是組裝完成。然後我就像一頭毛驢，不停地吸灰，大概用了1小天的時間，午飯都省略了。我終於把這個後箱板整個的處理乾淨，也讓這些隱秘的鏽爛處都顯現出來。然後又到鋼材市場，用大型的折彎機，經過了師傅的幾次折彎，我得到了這樣严絲合縫的底坎，以至於安裝的時候我需要用大錘敲進去才行。然後我再给它满焊完畢，這活就 OK 了。現在我就要給這些處理好的箱板都噴上環氧的防鏽底漆。現在箱板的环氧底漆都已經噴涂完畢，需要等待它完全的凝固。趁这會兒，我去木材市場把它鋪車地板的木頭給加工回來，並且我還為了省錢，第4次召喚我的分身出來幫忙打磨木頭的表面。然後我又給打磨好的木板先噴塗上一層仿佛專用的紅漆，然後我又把這些噴好漆的木板給它裝回去原來的位置就行。我又挑出了原廠的色漆，也是你最愛的綠色。我給整個後箱板全部的再噴塗一遍。至此，這個最後一哆嗦已經完成了一大半，現在可以給它裝回到車上了。1992年7月21日出生的我，碰到了1992年7月20日出生的他。本來我計劃在2023年的7月就給他翻新完畢，但直到今天我才給他搞好。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有點太大了，我一個人翻起來真是有點費勁，也極其考驗我的耐力，還有我改車寶典的厚度。而且這期間還橫跨着整個冬天。好在它完事兒了，現在我就帶你溜一圈。
現在這台車真的已經按原廠的說明書，用我最大的能力修復完畢。這就是我和這台1992年7月20日出廠的東风大卡車的故事。